花儿开得妖娆。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？问天无语，月儿笑。花园相望人寂寥，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。寒雨过，夜未央，天出现一丝光亮，牧笛笑深情，山河岁月催人老，一腔深情无以报。这也是风雪路途遥，相濡以沫是骄傲。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时的情未了。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时的情未了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觉得挺好。终于有少奶奶的样子了。别再夸我了，快教我几句，跟人谈大生意时该说那些场面话。大生意，我不会。哎，我谈过最大的一笔生意，600两银子，算不算大？那怎么办呀？我已经都替你准备好了。你先给我念一遍。讲义而不费力，讲义而不费力，实乃商界效仿之榜样。实乃商界效仿之榜样。效仿之榜样。落轿。少奶奶，行吗？好的很。客官里边请。讲利而不费力，实乃商界效仿之榜样。童老板，这位就是我们家少奶奶。童老板，在下童敬夫，昔年与吴平少爷曾就有过数面之缘，可惜天妒英才，敬志永绝。今日得见夫人，顿感欣慰。吴聘生前对童老板也是赞誉有加，称先生业商而无市井之气，讲义而不费力，实乃商界之效法之榜样。今日得缘一见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哪里，夫人过奖了，在下志不足以全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人不能以取喻，
将不能有所守，不过侥幸度日而已。先生，上意，童老板，我们少奶奶啊，那个童老板，我也不绕圈子了，您这趟来是来收棉花的吧？关中所有的棉花现在都在我手上，只要童老板价格公道，我愿意全部出售。童老板，您请坐。那个童老板，我正好带了一些样品来，要不您先看看？请问夫人有多少这样的棉花？至少80万斤。太多了，我用不了这么多，那您要多少？最多20万斤。价格要是公道，我可以勉为其难，再多要20万斤。那童老板觉得什么价格算是公道呢？我在其他地方收棉花都是50文一斤，我与泾阳有感情有交情，60文吧。童老板，我这棉花120文一斤。夫人，你是在说笑吧？去年棉价大跌，关中一半的棉农都改种了小麦，而直隶湖广那边的棉田又遭了殃，几乎颗粒无收。物以稀为贵，再加上我这品相，怎么都值120文一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夫人呐，我在其他地方收了这么多年的棉花，也没操出100文去呀。哈哈哈哈！童老板，水涨船高，您今年的府部也一定能卖个历史最高价。80文，你这80万斤棉花我全要了。不行，那就拉倒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这样吧，若是80万斤您全要了，我让你5文，115。夫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生意没法做了。没关系，我相信过2天直隶湖广那边的棉商都要来泾阳，到时候我这棉花150文一斤也不是不可能。哦，对了，童老板，您订的回武汉的货船好像还是80万斤的仓位，初8就必须启程，看样子这趟您得空手而归了。夫人，请留步。童老板，夫人，再让一点吧。这样，那如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就110文。成。童老板，沈心怡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我来是来跟童老板谈生意来了。在下沈心怡，沈氏棉花行的2掌柜，泾阳沈家少东家。原来是沈少爷，失敬失敬。今年我爹派我来拜访你。童老板，既然我们价格已经谈好了，那就签约吧，我也好安排交货。哎，好，这边请。稍等，童老板，我刚才好像在听你们说，今年的棉花卖110文一斤，还说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巧了，
我现在手上就有80万斤棉花要卖给你，品相上好，我定的价格呢也是110文一斤的，但是我会给你7天的账期，不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。沈心怡，你哪来的80万斤棉花？关中所有的棉花可都在我手里。你别管我从哪里来80万斤棉花，只要童老板愿意跟我合作，我们沈家一定是到期付货的。我看你是存心来砸场的吧？我是存心来跟童老板做生意的。童老板，我们进屋聊。哎，童老板，你不用跟他聊，我给你105文，我们马上签约。好，我也出105文一斤，7天账期不变。100文。我也出100文，7天账期不变。哎！她真是吴家东院的少奶奶。如假包换。哎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！放手啊！放手！沈少爷，你想要干嘛？你不让我做成生意，我就不让你做成生意。你觉得你这招管用吗？目前看来挺管用的。大不了我这生意不做了，我让给你，我看你到时候拿什么交货。大不了我高价去汉中收货，我亏就亏点儿，但是我能看到你血本无归，我很开心啊。沈星野，你真是损人不利己。我就这德行。你要想撵我走呢，倒是有一招。把你所有的棉花，80文一斤卖给我，我再100文转给童老板。做梦去吧你！哦，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出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，我还比你多一个账期。我相信人家童老板怎么都是选我不选你的。哼，你能给账期，难道我就不能？你还真不能。我都已经打听完了，你跟人家棉农呢，只是付了一些定金而已。人家一旦交货，3天之内你必须要付清全款，否则你要双倍赔偿。你地都当了，哪来的银子呀？所以你要跟童老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？哎，你就不要那么固执了啊！趁现在棉花出价还不算低，把所有棉花卖给我，否则我跟你血拼到底啊！哎呀，你想想看嘛，65文一斤进的棉花，80文一斤卖给我，从我这你就挣15文了，加在一起轻轻松松1万多两银子到手了。我辛辛苦苦3个月，才赚15文，你一转手就能赚20文。要分级过秤打包装车，不要成本的，5文都不止啊！成交。这就对了，早说嘛！你走，轻点解释。你又踢我你！童老板，我退出，接下来的事情你和沈少爷聊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事，童老板，我们继续聊我们的生意。还没完呢。是还没完呢，我们还有个赌局呢。童老板，沈心怡，哎，爹，老爷，来，快点放下。你是不是从账房里支了6万多两银子？是啊，你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？这不是在收棉花吗？收棉花，最多也就是1.8万两银子，你这却是6万多两银子。啊，爹，你别激动啊，你坐下慢慢说。爹，
今年的棉花不是涨价了吗？去年60文一斤，今年变80文一斤。那也不用花那么多银子。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啊，又擅自做主了？我这次一次性收了80万斤棉花。你疯了你！棉花那么贵，你还收那么多？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爹，你消消气啊。我跟童静夫呢已经商量过了，80万斤棉花他全要。他全要啊，而且我还卖他100文一斤。100文一斤，他居然都同意了？他必须同意啊！为什么？去年棉价大跌，很多人不是改种小麦了吗？导致今年关中的棉花减产1半，而直隶湖广的棉田又遭遇天灾，物以稀为贵啊，价格上涨也是必然的。你还关注直隶湖广的事？那当然了，我觉得做生意啊就应该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再说了，80万斤棉花意味着什么？那就等于关中所有的棉花基本上都在我们手上，那价格当然就由我们说了算了。童静夫要不然就别做这个生意，他如果想做棉花生意，就必须要听我们的。爹，通过这次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与其一文一文的跟人家讨价还价，不如先站住局面。只有站住了局面，那赚多赚少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。而且爹，我觉得以后我们做生意呢，都要循着这个思路，哪怕之前不挣钱，哪怕是赔钱，都要先占局面。沈兴一，我看你又不知天高地厚了，是不是？你挣了多少银子，就不计成本了？就寻思着怎么赔钱？哼！我告诉你，你还嫩着呢。爹，您慢走啊。老爷慢走。石掌柜，刚才没说完呢，再去账房支5000两银子，把明年的棉花也给我定了。现在？对啊，就现在。去掉所有成本，盈利8000两。唉，本来应该赚2万两的，生生被沈星咬了一大口子。我们实力不够，能赚这么多已经不错了。是啊，按成本算，沈星一其实只赚了2成，而我们赚了1倍还多。哼，这仇我一定得报回来。其实沈星移并不是赚的最多的。还有谁？我听说今年府部也涨价不少，那个童敬夫至少赚了有3万两。这么多？你自己算呀，1斤棉花5尺布，这中间多大利润？哎，西院的布庄和中院的土布作坊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好像都不太景气。小五啊，哎，你赶紧去把明年的棉花定下来。行，我明天就出发。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，沈心怡的人应该已经动手了，所以你现在就得出发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不要和他们硬抢，只要能定下去年1半的棉花就行。明白了。奶奶，夜点来了。哎呦，我在这油茶里啊，给你加了点鲜杏仁，清肺的，你尝尝哈。真孝顺。你坐下，陪奶奶说会儿话。去。你爹今天来看我啊，10句里面有9句都在夸你，是吗？他夸我什么了？你跟我说说呗。说你现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星儿，今年的棉花是不是赚钱了？是啊，
比去年赚的还多点呢。看你别笑眯眯的，我就知道赚钱了。四海说了，赚钱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看现在星儿，眼光啊、胸襟啊，都跟平常人不一样。说他不能赚小钱吧，他能赚大钱；说他不能冲锋陷阵吧，他可是个帅才。你爹说你是个帅才，星儿。老爷能说出这样的话，那可真是不容易。哎呀，那我早就说过，只要星儿开了窍，那比谁都强。哎，我挣的这些银子啊，其实还不算什么。另外还有一个人啊，2000两银子的本金啊，一把赚了1万多。谁呀？你们不认识。人家能有这种能耐，星儿，那以后啊，好好的跟着人家学着点啊。我不仅要跟他学，我还要跟他斗。娘，这是借你的2000两银子，这是给你的利息，这个是给你的分红。干嘛还要给我分红啊？以后但凡我挣了钱，我都给你分红。为什么？你是我娘啊，我孝敬你是应该的。可我不是你亲娘。你是吴聘的亲娘，那就是我的亲娘。怎么啦，娘？这么重，你这是我来拿。这些钱，你收着。这些东西呢，还值点钱，是当还是卖，你看着办。以后你想做什么生意就去做，我就把家给你看好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把这些银子给亏了。我相信你，收起来，啊，放好，收起来。娘，你快过生日了，我想给你好好操办一场。哦，不用。虽然说今年你挣了点钱，但往后要花钱的地方更多，我能省几个算几个。不，这生日一定得办，而且要大办。哎，先收着，收着啊！来，把钱收好，把钱收好。少奶奶，二老爷来了。娘，二叔来了。大嫂啊，我们全家来给你祝寿了。二叔、二婶儿，哎，周莹，大嫂，今天啊是你的大寿，我这备了点薄礼，敬请笑纳。谢谢，谢谢。二叔，大哥怎么没来？啊，马上要考举了，他是一刻也不敢耽误啊。大哥这次啊，一定能够高中。但愿吧。一妹妹，
嫂子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你身体可好了？你看，都没事了。二婶儿，哟，这是玉胜吧？是啊，都长这么高了。是啊，比给吴平抵笑盆那会儿，长得高了一大截呢。怎么说话呢？这长得跟吴平也是越来越像了啊！大嫂，大嫂！哎呀，大嫂！吴家老四魏全率全家前来贺寿，祝大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你们几个孩子过来，快给大奶奶拜寿。看看怎么样？哎，辛请了一串。哎呀，好，漂亮。祝大奶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乖乖，起来起来。真会说话。起来起来！哎呦，这，你看看，哎，大奶奶赏的，拿去买糖吃。谢谢大奶奶。来，给。这是玉成吧？是。奶奶给你，真懂事儿。对，100两银子。嫂子，给玉成收着。谢谢他二婶。乖啊。嫂子，让我抱抱行吗？大嫂啊，你看，你给这么多，会把孩子们惯坏的。大嫂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这都是周莹给准备的，你们就收下。哎呀，快，谢谢二婶，快谢谢二婶，谢谢二婶。也没什么，就是今年挣了点钱，大伙一起高兴高兴。我要去看戏，去吧。还你23次。去吧。哎呀，周莹啊，哎呀，四叔，这真是喜庆啊！感觉吴家以前的热闹又回来了。四叔，你说对了，我不仅要把吴家从前的热闹找回来，还要把吴家从前的荣光也找回来。好，有志气。不过，光靠我一个人也难办。今天借着我娘的寿辰，把2位叔叔请到这儿，也是因为有件大事儿要跟2位叔叔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坐下说吧。先坐吧。是这样的，我今年做棉花生意，虽说是挣了点钱，但是和武汉的布老板比起来，那是小巫见大巫。人家低价收购我们关中的棉花，运到武汉加工成府布，再高价卖回陕西，再从泾阳转运到边关。这一来一去，我们只赚了30%，而人家却赚了70%。周莹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做土布生意的，我亲眼看见，这棉花运到武汉变成布，再回来，这价格就翻了几番。四叔，你是开手工织布坊的，你最清楚。其实咱们陕西的土布也不差，可为什么就卖不过府布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产量小啊。是啊，没错。哎，这家盛典棉花织几匹，那家也有点棉花也织几匹，这既没规模也没名气，人家客商自然就不认。周莹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果然瞒不过二叔，先喝一个。是这样的，确实是有个想法。你看啊，我手上有棉花，四叔，你有手工织布坊，二叔你有布庄。其实我们3家可以合伙，成立一个吴氏布业。哎，我的棉花
直接送到四叔的手工织布坊，织成布之后，再送到二叔的布庄去卖。我算过一个账，如果我们3家合为一体，自产自销，我们1年能产6万匹布，不仅收入比现在提高2倍不止，而且有了规模就有了名气。等我们再把陕西土布的名气做出来，还可以去挤占府布的市场，那利润就更可观了。2位叔叔，你们觉得我这提议怎么样？大哥在世的时候，最多也是几家拿出一点银子，开个典当行。你这却要我们3院把主要的家业拿出来合股，这事太大了，我这心里啊，还真没底。老四啊，你说呢？周阳啊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你也别介意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四叔，你有什么直说。这母鸡司晨，它不是吉兆啊。这东院没了人，你做了大当家的，那是被逼无奈，我也不说什么。但是，你要把我们中院经营了几十年的作坊，也交给你，这恐怕使不得。这些都是你爹烙在刑部的一些物件儿，虽然都不值钱，但我想对你来说，却是个念想。我就托人把它要了回来。魏小姐，你瘦了很多。我白天吃不下，晚上总梦见我爹。可是人总得往前看呀。我就是想不通，我爹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会是如此结局？可能就是因为你爹太好了，所以才会被人欺负。爹，你受了委屈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为什么要走上绝路？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？陆小姐，你不要太伤心了。人死不能复生啊。可至少你还有我，我这个朋友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快回来！你这武当人见人，一会儿唱戏。来来来，走，快点，回去了。一会儿你爹说你啊。哎呀，今天最开心的就这几个孩子啊！啊，我们到了，告辞了。四叔，四婶，走好。哎，好，老四啊，再见啊，走好，告辞了。哎，路上小心啊。哎。啊，周英啊，今天的戏喜欢吗？喜欢。我觉得挺有意思。二叔啊，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布庄生意，你觉得我今天的提议有道理吧？啊，你说的这些，说实话，我还真没想过。
但听你说完之后，我也想了，觉得挺有道理，啊。既然二叔认可，能不能帮我劝劝四叔啊？老四这个人啊，比谁都犟。大哥在的时候啊，还能劝他2句。我觉得我没这个本事。那如果四叔一定不加入，就我们2家，你干不？周英啊，大哥走了之后，这东院就靠你一个人撑着，起色也不错。昨天我跟你二婶还说呢，你呀，的确是个有才干的人，这东院只怕还会往上走啊。谢谢二叔认可啊。但你的才干究竟能走到哪儿，我这心里也没底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能说服老四，那我就跟你合股成立50部业。如果中院不参加，那我们西院也不加入。你看这样行吗？行。你刚才就不应该那么快拒绝周玲。怎么了？你看看刚才人家给那娃几个赏钱，一出手就是100两，比大哥当年可阔气多了。有钱又怎么了？啊？哎呦，你想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人家就挣了大钱了，这说明啥呀？说明人家有本事。咱要和人家一起干，咱说不定也能挣上大钱呢。你呀，头发长见识短。哎，你这老子，这咋叫头发长见识短呢？驸马讲话无道理，听我把话说来理。自古皇家有纲纪，哪有为君拜臣的？休怪你气，取笑你半死母牛放马的。好恼，马声招议太无礼。爹，什么事儿？有件事情非得要你出马。老将吃马一个，定了2。扛贼！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去找胡咏梅了？我给她送点东西。你为什么不带我？他爹刚死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我去看看他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我就是想提醒您一句，老板，我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？可他对我们有用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也别忘了，咱们是什么人。无量寿府，请问北极宫怎么走啊？北极宫啊，从这儿往南3里。哦，这边。多谢。哦，无量寿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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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住！无量寿府，大人，问路就问路呗，你这挤眉弄眼是啥意思？我吓着你了？不是，对不住啊！恕贫道修炼不够。对不住。
不，道长，道长，你到底想说啥呀？我这不能说。不行，道长，今天你必须说，你必须说啊！梁寿福，那我就只能跟他说了。哎呀，先生，哎呀，贫道，只能说了，贫道劝你回家去，从今往后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了。为啥呀？天机可知不可泄，恕贫道不能再多说一句了。哎呀，不良寿福，哎呦，不良寿福，不良寿福。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故弄玄虚，故弄玄虚。哎呀！抽什么血了？让不让人走路了？这个倒霉！嗯？今生犹如线，几番缠缠绵绵织成绵。我问思念应从哪边采？一轮明月升起来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。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恍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。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恍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。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
我不能久留于伤感。待天空云触及了我，发现你从